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今年呢又是一个暖冬，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冷，新西兰的春天就已经来了。我知道现在有许多朋友呢都在家里忙着育苗，而且在规划着夏天都要种一些什么自己喜欢的品种。我在家里呢也育了一部分，但是呢品种还不够，因为每个品种我种的数量都不多，所以如果能在店里买到的苗，我自己一般不育。今天呢，我就要到植物店去看看，并且选购一些自己需要的菜苗，然后呢，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都自己育了些什么苗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让我们一起去吧。这些呢是4纽币一盒，通常每盒6颗苗。这是辣椒苗、西兰花、甜菜根，还有白色的菜花。这是一种开红花的豆子，产量很高。下面呢是各种各样的绿叶菜。这一排呢稍微便宜一点，3.33纽币一盒。这也是辣椒，这个苗稍微小了点。豆子的品种非常多，有爬藤的，还有不爬藤的矮品种。我甚至还看到了塔菜，现在种塔菜应该很容易开花。还有各种各样的菠菜。这边呢苗更小，价钱呢也更加便宜。这些苗买回家之后呢，需要养一段时间，让它长大一些，才能移栽到地里。北半球现在正是秋天，在新西兰我们正刚刚开始忙着春季播种，所以现在的苗的品种特别多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买一些番茄苗和辣椒苗。最后我决定买这种4颗7刀的，因为它的苗的大小刚刚好。一盒6颗的苗太小，而且一个品种我也不需要那么多。特别是番茄，它的侧枝剪下来插在土里，又可以长成一颗新的植株，所以一个品种买1颗足够了。如果大家想买苗的话，现在就可以买了，不要再等了。现在呢，这些苗都刚刚上市，品种比较多，选择性也很多。再过一段时间呢，尺寸和品种就会不全了。黄瓜的品种也很多，我更喜欢吃中国的带刺的长黄瓜。辣椒我在家育了一些牛角椒，今天还想选一些不辣的彩椒。辣椒的品种也很多，从不辣的一直到圆形的超级辣的魔鬼椒都可以找到。辣椒种好了，产量非常高，一个小家庭种10颗左右就足够了。每年呢，我都会买几颗不同种类的辣椒苗，然后再育一些中国的品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所有的苗尺寸越大，价格越高。我今天选的苗是4颗7刀，也就是1.75刀一颗。同样的，再大1号就变成了3.99一颗。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，如果想买苗的话，就抓紧时间，赶快去购买。再过一段时间呢，尺寸可能就不全了，而且这些大号的苗呢，买回家我们也不能直接种在地里。奥克兰现在晚上的气温还是很低的，所以这些苗呢，我都会等到10月底或者11月初才会移栽到地里。所以我会选择尺寸小一点、价钱便宜一点的苗，拿回家呢，再让它继续长一段时间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：4颗番茄，4颗辣椒。我会把它们放在一个托盘里，每天在托盘里浇点水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些苗都是在暖棚里培育的。我们这样让它们经过半个多月的露天生长，它们会长大许多，变得强壮许多。这时候呢，天气也暖和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移栽到地里。
是一部分我育的苗，有春夏季种的菠菜、牛角椒。这边呢是几颗丝瓜，还有几颗小冬瓜。我一般育苗都会比别人晚半个月，因为晚间的最低温度对幼苗的生长非常重要。如果晚间的最低气温上不来，就算我们把幼苗移到地里，它长得也非常慢。结果就是由于气温的原因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后移栽的苗反而比先前移栽的苗长得要快。特别是像带棱的丝瓜、秋葵，还有长冈豆，它们都喜欢热的天气。像这些品种呢，我还会再等半个月再育苗。像苦瓜、香瓜、冬瓜、各种四季豆、番茄、茄子、辣椒，现在都可以育苗了。我会把我买种子的联系方式放在说明栏。这位阿姨呢，她出售许多亚洲种子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，可以联系她。这个香瓜就是我从她那里买的种子，第一年尝试之种，非常期待。同时我还水培了一个番薯，准备吃番薯叶。为了让它快点发芽呢，我把它泡在水里，水位在1/2处就可以。种番薯叶的方法很多，许多人呢就直接把番薯整个的埋在地里。我喜欢用水培的方式，先让它发芽，然后把红薯埋在土里，让它长叶子，再用红薯茎来繁殖红薯叶，这样我只需要1个红薯就可以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要想红薯叶好吃，选对品种很重要。除了专门吃叶子的品种，在新西兰我们可以选择金黄色的红薯，因为它的叶子肥厚柔软，茎和杆很光滑，口感非常好。我还泡了一个 Oka， 也叫 New Zealand Yam， 非常好吃。今年呢，我是第1年尝试，也发芽了。等成功之后，我再分享给大家。平时呢，我们只需要2-3天换一次水，把它们放在半阴的地方，然后静静的等待它们发芽就可以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对您选苗育苗有些帮助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，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